会比正常转动幅度要小1/3，一定不能身体转动幅度太大啊！你看身体转动幅度一大，这个球随着你的上半身跟着你的手在转，很有可能达不到一个纯直线的动作，很有可能达到的是这个位置啊！你看这种位置的直线，所以我在转动的过程中，我是1，你看2，把它这个动作记停住，身体动作一定记停住，不要转动幅度太大啊！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关于我们手上的动作，因为直线球呢，它的2点大家记住，第一是什么？前臂的收臂方向，我拿着拍儿，这是斜线位置，斜线位置的收臂方向呢就是斜线位置，对角线斜线位置。我们在打斜线的情况下呢，我们的这个前臂和我们的拍头是冲向斜线位置的，对吧？我才能打到斜线位置。为什么你斜线有时候打不开呢？是因为你的角度是这样的，拍头是这样的，所以你打的是中路球。你想把这个斜线位置打开，一看前臂，二看拍头，在出球以后斜线、直线，哎，你看这里面动作就有很大的区别了。我们在打斜线的时候，我们的动作是充分的做完；我们在打直线的时候，我们动作也同时做到2/3，停止了。你看我的前臂是冲向我的直线位置的，它不是转过来的，它是冲向直线位置的，随之而拿到的拍子的拍头也是指向直线位置的。你看斜线、直线、斜线、直线，拉球，斜线、直线，2点，前臂收臂的角度，拍头指向的位置，拍头指向斜线，我们就能打到斜线位置。拍头指向直线的时候，你的直线球才能真正的打开。动作按照我们正常斜线正常，我们用收臂角度来看，我们收到2/3，一定要控制收臂的角度，就是我前臂在收臂之后出球之后的角度，我才能打到直线位置。这是手上的第2点区别。第3点，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，如果我们在打直线球的时候，拍形有没有变化？我们在打直线的时候啊，是一定要有拍形变化的。你看，这是我近一点啊，这是斜线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是直线。你发现靠什么来调整的拍形？你再看啊，斜线、直线、斜线、直线，你靠什么来调整的拍形？仔细看我，拍面冲向正前方的打斜线，你要打直线的时候，拍面从这个角度能看清一点啊，这是我斜线的球，当我要打直线的时候，拍面打开一点，哪儿打开？拍头，它不是这个地方打开，而是板头。对了，板头拍头打开。你拍头一打开，你现在手里面有拍子，你试一下，你现在是打开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要打直线了，拍头打开，你看这个拍儿它自然就压了，你不用是这个角度，然后这样去压，完了一紧动作就这样了。你把拍头稍稍打开一点，拍面它就微调了一点，正正好好。这个动作是自然而然形成的。如果我我突然想变直线，我能压得住拍儿，很难去在高速对抗中去掌握。但是你养成了拍头打开，一是便于你能够打到更直的直线来，更直的直线；第二是有利于我们来调整微调的拍形，能让我们防止它过多的出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1、2、3、4压。拍头打开，直板也是，你看1、2、3、4、5，压一点。拍头啊，我要说一下，你看，比如说这是一个平面，我说拍头打开只是微调，不是什么手腕都打开了。很多人打一打可能手腕都打开了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比如说1、2、3打开，微调一点点的动作，千万不能太大了。
打开拍头直横板，在出球以后，来，我们再来说一下啊，身体动作讲完之后，我们手上动作，第一是前臂的收臂角度，第二是我们拍头的指向方向问题，第三是我们1、2、3拍头打开变直线啊，从打完之后的第一板，当你要变的时候，还原的时候，帮打开一点，然后对准前臂，对准收臂角度，拍头指向直线位置，这就是一个非常棒的直线球。